如果一家開發商告訴你他的年收入下滑了 9%， 但淨利潤卻逆勢暴漲了 16%， 你想不想知道他怎麼變魔術？這就是 Perelman 在2025財年交出的成績單，配合高達 7.4% 的 Dividend Yield 和管理層畫出的100億令吉 GDV 大藍圖。今天這支視頻說的大實話可能又要得罪人了，千萬別被表面的繁榮給忽悠了。這 16% 的淨利增長，收到的 cash 又有多少？另一邊正在發生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，公司的核心業務開始變慢，但借錢的速度在變快，利息現在就開始飆漲。所以今天我們不講樓盤，不講地段，不講故事，我們只講一件事，這個增長到底是真的賺來的還是借回來的。 Perelman PE 是很低，才5倍左右，但是你如果還把 Perelman 當成一只低估值地產股，那你已經慢半拍了。現在這家公司玩的不是賣房，他在玩的是一場用負債去換時間，用時間去換現金流的資本競賽，而且這場遊戲是有時間限制的。管理層給自己設了一個目標，2030年 ROE 要做到 10%， 聽起來很正常，對不對？但問題是在收入還在波動，現金流還沒穩定的情況下，他們選擇的路徑不是慢慢做，而是加槓桿、搶土地、壓未来。講白一點就是現在這張成績單不是做出來的，是推出來的。所以在你繼續看下去之前，你必須先問你的直覺，你會買這個公司嗎？當你有了最初的決定，你接下來看到的風險會完全不一樣。如果你是看多的，你其實是在賭一件事兒，你相信管理層把 88%， 也就是集中在下半年的11億令吉新推介項目能獲得市場熱捧。這什麼意思？意思是你相信只要認購率夠高，哪怕淨負債率從 0.59 倍衝到 0.77 倍，現金流還是可以一瞬間就回到正數，市場會重新給它估值，一切都可以被賣得好，这件事蓋過去。但如果你是看空的，你看的不是銷售，是時間，你在賭的是另一件更簡單的東西，利息會不會先殺死現金流？公司的淨利息開支已經漲了 23%， 而市場在預期什麼？2026財年的自由現金流可能直接轉負，甚至是每股負 17.8 仙。那代表什麼？代表在項目還沒賣出去之前，錢已經在流出，不是每個月流一次，是每天在流。你不需要市场崩，你只需要时间拖一下，公司就会被摧毁。那如果你是中立的，你其實什麼都不用猜，你只需要等一個很現實的東西，2026的上半年的財報。因為既然 88% 的項目都在下半年，那上半年會發生什麼？很簡單，沒有銷售，只有利息，沒有現金流，只有成本。那份財報大概率會給你一個很強的感覺，這家公司在失血。而市場很少對失血有耐心，在3月份，公司就大聲宣布他們有100億令吉的 GDV。聽到這個數字，你腦袋第一反應是什麼？哇，這家公司要大展宏圖了，對嗎？先別急，作為投資者，你得問自己一個問題，這100億現在到底是你的資產，還是壓在你肩上的債務？你要明白，地產公司的賬本是有時間差的，不是幾天幾個月，是幾年。你現在看到的是100億令吉的 GDV， 很大很漂亮，但你看不到的是什麼？錢。我們講人話，帕爾曼最近開啟了瘋狂的買地模式，單單一個 Jalan Ampang 的地皮就砸了 2.579 億令吉，聽起來很穩，對不對？地段好，故事也好，但問題來了，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？從你買下這塊地的那一刻開始，有一樣東西已經啟動了，不是銷售，不是利潤，是利息。利息這東西很誠實，每天都算，跟你的工作一樣，你今天請病假沒來，明天還是一堆鳥事等着你。2025財年的數據已經告訴你一件事兒，淨利息開支直接漲了 23%。 你可以理解成什麼？你還沒開始賺錢，但你已經在付錢了。那利潤呢？不好意思，跟你老板加薪給你一樣，要等啊。Jalan Ampang 這個項目最快也要2026年底才開始推，整個開發周期差不多6年。也就是說，你現在做的事情是先流血，再等回血，中間還要祈禱市場不要變冷。听起來像什麼？很像你在刷信用卡做生意，店還沒開，利息先來。這種玩法代價是什麼？答案很簡單，槓桿。因為這些地不是現金買的，是借的，所以市場在看什麼？不是 GDV， 是公司能不能扛。
Perelman 的情況很直接，净負債率從 0.59 倍可能直接跳到 0.77 倍，而且2026財年的自由現金流可能是負數的，每股負 17.8 仙，翻譯成人話就是錢不夠用。所以你現在在參與的根本不是房地產投資，你在參與一場誰先撐不住的比賽。如果你判斷對了，2026下半年那些項目賣爆，現金流會突然回正。但如果你判斷錯了，不用很多，只要一個條件發生，房地產市場冷淡一點或者利息高一點，那就慘落。這100億就不會再是藍圖，而是負擔。所以你現在面對的不是一個地產故事，你面對的是一個選擇，用今天的現金流去換一個未來可能成立的結果。所以問題回到你身上，你有沒有準備好陪他熬過2026上半年那段只出血不回血的時間嗎？管理層給了你一個很宏大的目標，2030年 ROE 必須要 10%， 聽起來很勵志，對不对？但你先冷靜一下，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，在收入還在下滑 9% 的情況下，這多出來的回報是從哪裡變出來的？你先記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 ROE 這東西要上還不容易，就只有3條路。第一條，賺更多，也就是房子賣更貴，成本更低。聽起來很好，但現實是 Perelman 的房產業務的 PBT margin 從 15% 掉到 14%。第二條路更拼命一點，把房子賣更快，加速周轉。可現實是2025年的新項目推介速度直接慢了 63%， 資產周轉率呢卡在 0.3 倍，動都不動。所以你現在看到一個很真實的情況，它既沒有賺更多，也沒有跑更快。那問題來了， ROE 怎麼上去？答案只剩一個，借錢。對，就是這麼簡單。這就是這場 10% ROE 的真正玩法，不是經營升級，是槓桿升級。你可以這樣理解，當你發現自己跑不快，賺的也不多，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？不是訓練，是放大賭注。只有借更多錢才可以单車變摩托，別墅靠大海。還有一個管理層要做的事，聽起來很合理，但你要小心，他們在優化資產，打算把那些只有 1% ROE 的資產，大概9億的資產賣掉。聽起來很科學，對不對？把低效資產換掉。但問題是，這些錢沒有回到你口袋，而是被投進了像 Jalen Ampunk 這種開發周期6年，而且高度依賴借貸的項目。所以你現在看到的不是優化，是換一種方式加槓桿。讓我算給你看，2025財年的 Net Gearing 借款減去現金除以 Equity 得到 0.59 倍。賣了 Anson Campus 雖然拿到了7500萬令吉，但是 Jalen Ampunk 的新資產要借大概 80%， 那就是 2.06 億令吉，所以槓桿是直接飆升到 0.77 倍左右。所以你現在再看那個 10% ROE， 感覺還一樣嗎？講白一點，當你看到 ROE 上升，不要太開心，它可能不是因為生意變好了。這就像一個已經低血糖的人，為了跑完馬拉松打了一針腎上腺素，短期很猛，但問題是你撐不撐得住。現在關鍵問題來了，而且很現實，如果2026下半年推出的新項目沒有賣爆，誰來付這筆已經漲了 23% 的利息？所以你現在不是在看一個成長故事，你在參與一個賭局，賭着真槓桿興奮劑。如果你賭對了， ROE 上去，估值修復，你是那個看懂的人。但如果你賭錯了，這 10% 就不是回報，是誘餌把你陷入泥沼。所以問題回到你身上，這場遊戲你要不要跟？當你打開 KLSE Screener， 你很可能看到 PE 才5到6倍，非常划算。我當時候的第一反應是，哇，這麼便宜，相信你跟我一樣，對不對？但問題來了，你現在以為你在撿便宜，但你有沒有可能你是在接風險？要搞清楚這件事，我們就要看看另外2個同行。很多人很自然會這樣想， Perelman 有100億令吉 GDV， 那是不是可以和160億令吉市值的 Same Derby Property 這種巨頭比？聽起來很合理，但這裡有個很致命的誤判。 Same Derby Property 的規模夠大，如果任何一個項目地雷半年，它龐大的資產包和低融資成本能像海綿一樣吸掉震動。但你現在看的這家公司 Perelman 市值多少？6億多令吉，然後他為了一個在 Jalen 安畔建設2棟高端服務式公寓的項目，直接背2億多令吉的債。你現在有沒有感覺到那個差距？
只要一個季度卡住，只要項目拖一下，利息就會開始吃它的利潤了。所以 Perriman 這種小市值的房地產股容錯率是非常低的。來看第二個同行 UOA Development， 代表作就是 Banzer South， 這是地產界另一種生物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個很摳的老闆，手上很多現金，不愛借錢，慢慢賣，慢慢賺，聽起來 boring， 但很安全。有些人買它就是買了就放，慢慢收息。現在問題來了，如果你也用這種買了就放，慢慢收息的方式去投資 Perriman， 會發生什麼？別忘了 Perriman 的淨負債率正在往 0.77 倍走。如果哪一天市場開始轉風向，開始重視安全多過增長，那會發生什麼？很簡單，他現在這套定價邏輯會死，價格才跟着動。所以你現在要問自己的問題，不是便不便宜，是你到底在買什麼？你不是在買一個穩定收租的公司，也不是在買一個大型開發商，你在買的是一件東西，一張帶槓桿的執行力賭注。市場相信一件事，高槓桿加快周轉 Perriman 可以跑通，但你要很清楚，這個公式一旦慢一個節拍，股價就會反轉。所以你不能用什麼心態，不能用那種買了就放，慢慢收息那種玩法。也許適合 UA， 但是不適合這裡。最後一個問題，你會不會盯着它？還是你只是因為 PE 便宜就想買了再說？如果是後者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要盯着下半年新項目的認購率有沒有達到預期。2025實際 GDV 是 8.08 億零級，2026的 pipeline 是11億零級，有沒有覺得這是增長？但我要提醒你兩件事。第一，2025年的推介額跌了 63%， 是因為管理層在下半年市場情緒低迷時，有意識地推遲了部分項目的推介時間。我想強調的就是市場情緒低迷。第二個問題是2026年的11億 GDV 不是平均分布的，有 88% 全部塞在2026下半年，所以接下來整整6個月幾乎沒有新項目開賣，沒有銷售，沒有現金進來，但利息在跑。那 RMR 579億地皮貸款就像一個即時炸彈，不出意外，當你看到2026年上半年的季度報告都是利潤縮水，現金流轉負，看了我的視頻，你看到的是計劃，別人看到的是崩壞，你知道這是節奏問題，但市場大部分人不知道，他們只會看到利潤掉了，現金流變負，借錢變多，然後自動腦補一句爆雷了。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？不是理性賣，是恐慌賣。最壞的情況就是2026下半年的新項目推出不順，或者借款利率升高，那股價大跌更不会是意外了。 PED 投行給的 target price 又比現在的股價高，是沒錯，但是現在就想投資 Perriman 考慮的點不是 Perriman 好不好，你能不能扛住一個看起來像失敗的半年，不是邏輯問題，是心理問題。如果你連這個真空期都撐不過，那這個未來不是夢，是噩夢。再來講講你看到的這個 7.35% 的股息率，第一感覺是什麼？穩啊，比定存高，比 REITs 好，對不对？問題來了，這個穩到底是真的穩，還是看起來很穩？你打開財報，淨利潤再漲，看起來公司賺錢了，但你有沒有問一個很關鍵的問題，錢真的進來了嗎？因為股息不是用利潤發的，是用現金。 FY 2025的 PAT 漲了 16%， 但是經營現金流卻是從2024年的 3.86 億令吉驟降到了9500萬令吉。這意味着雖然賬面賺了不少，但實際從生意裡拿回來的錢縮水了 75%， 因為錢都壓在未來了。為了那 RM100 億的 GDP 目標，公司正在瘋狂買地，這都是真金白銀的支出。Perriman 現在的狀態就是這樣，錢還沒收進來，地一直在買，利息一直在漲，但你卻還在期待它分多一點股息給我，就算是大神來了，也未必做得到給你。哦，对了，你以為還有特別股息，但規則已經變了，管理層已經講得很直接，以後賣資產的錢不派了，全部拿去再投資，拿去買地，拿去撐現金流。為什麼？很簡單，他現在缺錢，不是普通缺，是跟我一樣的 level 那種肉眼可見的缺錢。你還在等分紅，但他在想的是我能不能活得更久一點。現在股價大概在1塊左右，為什麼有投資者敢買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這個 7% 的股息率在撐着，這就像一張安全網，讓你覺得跌也跌不到哪裡去。但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，如果2026上半年的現金流壓力爆出來，管理層決定保命，
股息從 7.5 仙下調去5仙，甚至更低，那會發生什麼？很簡單，估值锚點直接消失，市場不會再把它當收息股，它會被重新定義成高負債的小型地產股。到那一刻，你就會覺得寧願買 REITs 都不買這個小型地產股了。所以小總結一下，你拿着這只股票，本來想每年收 7%， 結果股息可能縮水，股價呢，因為股息縮水或者上半年慘不忍睹的業績，股價先跌為敬，賺那一點點的股息，但是賠了本金。如果你相信管理層2026下半年會正常發揮，賺大錢，股息可以保持現在這個 level， 沒有對沒有錯，你要盯緊的就是下半年的 sales。 聊到這裡，你該恍然大悟了，因為你原本以為你在看一只穩穩收息的地產股，但現在你開始發現，其實它在賭快。管理層把那種慢慢收租、慢慢升值的資產換成周轉快、加槓桿的項目，目標很偉大，2030年 ROE 要達到 10%。 但問題來了，快和穩是對立的，你想要更快的回報，就必須接受更低的容錯率。如果你是看多的，你不要看股價，股價會騙你，情緒會干擾你，你只需要盯一個東西， Jalen 安判項目買的人多不多，有沒有人在簽單，因為這個 RM11億項目是他填現金流窟窿的唯一水源，沒有它，後面全部斷水。如果到了2026年中 take up rate 普普通通，沒有像阿樹的那樣接近 100%， 那麼那套你相信的快周轉等於高回報的邏輯直接熄火。如果你是看空的，覺得它會出事，你只要盯2026上半年的財報裡面的利息，你可以這樣想，公司在前半年沒有賣房，但銀行還是每天收錢。這就像什麼？你沒有收入，但房貸還在扣，那份壓力會寫在報表上。如果利息吃掉利潤的 30% 以上，然後美股 FCF 真的掉到負 17.8 仙附近，那就不是預測了，那是槓桿反噬的絕對信號。所以現在不是怕熱門好不好，而是你站哪一邊。如果你看多，但你錯了，你會在最貴的時候拿到最慢的現金流。如果你看空，但你錯了，你會錯過一段由快周轉驅動的爆發，兩邊都痛，沒有輕鬆答案。到底是別墅靠大海，還是滿倉全是淚？你不用等很久，2026上半年就會給你第一張成績單，你自己怎麼看？是看空還是看多？在底下留言給我知道，記得點讚，我們下期見。